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枯田秀吾所著的《哈佛斯坦福科学证明的高效时间习惯》这本书。那么接下来就为大家一口气介绍几个能够真正帮助你改善生活的优秀习惯吧。首先要介绍的第一个人生全面顺利的强力习惯是从狭小空间中脱离出来。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当你眺望远方的风景，或是伸展身体时，不仅感觉空间变大了，连时间的流逝也似乎变慢了。其实，这并不是错觉。人在判断空间大小时，大脑使用的是与时间长短判断相同的区域。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实验，探讨空间感与时间感之间的联系。他们通过视觉错觉以及使用长棒等工具，让参与者在感知空间变大的情况下，观察他们对时间感受的变化。结果发现，当人们感觉空间变大时，主观时间感也会随之改变，时间会被感觉变长。比如，在狭小的房间里对着电脑工作时，时间往往一眨眼就过去了。但当你看向窗外，或在宽敞的地方深呼吸时，却会觉得时间流逝变得缓慢。这其实是大脑的自然反应。如果我们善加利用这种机制，就可以让自己主观上拥有更多时间。具体有4个方法：一、创造看远方的时间。在工作或家务间隙，把视线投向远方，看看窗外的天空或远处的建筑物。仅仅这样，大脑就会感知到空间的延伸，从而让时间感觉变长。2、让空间更有纵深感。人在狭小空间中更容易觉得时间短暂，因此可以整理房间，让空间更开阔，摆放有纵深感的艺术品，放置观叶植物。当你有意识地感受空间的延展感，时间的压缩感就会减轻。3、伸手移动身体，走动一下，或去拿稍远一点的东西，尤其是向远处伸手这个动作，会改变你对空间的认知。这种身体动作会让时间感觉更长。4、用深呼吸重置自己。当焦虑或紧张时，我们会觉得时间过得飞快。在一个阶段结束时，试着做3次缓慢深呼吸，哪怕只是对自己暗示时间会变慢，情绪都会逐渐平稳下来，时间流逝也会变得柔和。我们的脑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容易受到身体感受的影响。只要了解这一点，并巧妙利用，我们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掌控时间感。让我们把这些方法变成习惯，在忙碌的生活中，创造出一种时间变长的从容感吧。第2个人生全面顺利的强力习惯是扮演做事很快的自己。当你想提升工作表现，想更快完成任务时，不妨试试扮演一个角色。例如，当你对判断没有自信时，就去扮演一个果断的人；当你因不安而行动迟缓时，就去扮演一个沉着冷静、自信满满的人。人的大脑有一种特性，一旦被赋予某种角色，就会努力忠实地去扮演它。在心理学中，这种现象被称为角色人格。揭示这种力量的经典研究之一，就是斯坦福大学进行的著名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这项研究由心理学家主导。实验中，研究人员将大学生分为狱警和囚犯2组，让他们在封闭环境中生活数日。结果令人震惊，随着时间推移，扮演狱警的学生变得越来越支配、强势，扮演囚犯的学生则逐渐变得顺从、压抑，甚至有狱警做出接近暴力的行为。由于部分囚犯无法承受心理压力而退出，实验在约1周后被迫终止。这个实验说明了，角色会塑造人格，行为会反过来塑造心理。这个原理在工作和学习中极其好用。比如，即使你觉得自己没有领导力，只要在会议中宣告“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当你主动掌握主导权，你的行为和姿态自然会改变。扮演角色的2个关键点：一、把角色说出来，请用声音表达“我是负责人，这件事由我负责”。当你说出
大脑就会为这个角色打开开关。二，先做出符合角色的行动，就算情绪还没跟上也没关系，先行动，行动会牵引情绪，久而久之，你真的会变成那个样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不要给自己留退路。如果你决定扮演一个可靠的领导者，却在心里留一句做不好也没办法吧，这种行为在心理学中叫做自我设限。它的作用是，当失败时保护自尊，但代价是它会分散你的注意力，降低你的表现。当你关上退路，告诉自己这是我的选择，我负责，大脑就会自动进入只能做好的模式。一旦如此，你的行动质量会提升，决断速度会加快，工作效率自然也会上一个台阶。有时候不是等你变厉害才去行动，而是先扮演厉害的人，然后你才会真正变厉害。接下来要介绍的第3个人生全面顺利的强力习惯是日程只安排到80%。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以为2小时就能完成的整理，结果花了半天，原本应该提前完成的资料，最后却赶在截止前一刻。很多人会因此觉得，是不是我能力不够？其实不是，问题出在大脑的一个习惯性偏差——计划谬误。人类大脑有一种倾向，即使过去已经失败过，也会乐观地低估任务所需时间。这种现象被称为计划谬误。我们会无意识地认为，这次应该可以更快完成，这次我会做得更好，于是把日程排得满满当当。结果呢，只要一个环节延迟，整个安排就会崩溃，接着焦虑产生，强行加速，疲劳累积，效率下降，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时间永远不够的慢性状态。解决方法只安排80%，关键策略是只把日程安排到80%，剩下20%专门留给缓冲和恢复。不是做完再休息，而是先把休息时间锁定。如果你想着有时间再休息，那你永远不会休息，因为生活中一定会出现意外，情绪也一定会有波动。预留20%的战略空间，应对突发状况，调整节奏，身心恢复，反而会让整体效率更高。为什么休息会提高效率？一散步，散步时，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会活跃起来。这个网络负责信息整合、创意连结、潜意识整理，很多灵感都是在走路时出现的。2、午睡，短暂午睡可以降低压力激素皮质醇，皮质醇下降后，紧张缓解，前额叶功能恢复，专注力与记忆力提升。3、固定恢复时间，比如每晚固定泡澡，周末安排按摩，安排自然散步，把恢复当成正式任务写进日程，这样可以防止疲劳累积，让你在一天结束前仍保持稳定状态。焦虑和疲劳会扰乱自律神经系统，进而影响大脑，削弱专注力。而时间不够的感觉，很多时候其实是一种认知偏差。真正让时间变多的，不是拼命塞进更多事情，而是给自己留出余白。4、把该做的事设计成会自动去做。如果你有拖延的习惯，其实等于把任务推给未来的自己，结果就是时间一点点被消耗。想要减少拖延，关键不是靠情绪或意志力，而是设计一个不用靠意志也会自动行动的机制。有一项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研究指出，只要建立正确的习惯结构，人就会自然开始行动。核心有3个方法：一、设计立即可得的奖励，大脑对马上能得到的东西反应最强，这叫做奖励前置。比如，完成一段工作后立刻听一首喜欢的歌，写完一页内容马上喝一杯咖啡。关键是，奖励要紧跟行动之后，这样大脑的奖励系统会被激活，该做的事就会变成获得快乐的方式，努力本身就会开始变得愉快。2、减少其他选项，控制环境。拖延往往不是因为懒，而是因为诱惑太多。比如，手机就在手边，游戏就在桌上，通知一直弹出，这些都是隐形干扰。
研究发现，当行为选项被物理性减少时，行动开始率会显著提高。做法很简单，把手机放到另一个房间，关闭通知，把游戏收起来。当环境被设计好，你就不用靠意志力。3、消除对失败的恐惧。很多拖延的真正原因，并不是没动力，也不是不够自律，而是怕失败。我们嘴上说等一下再做，但内心真正的声音往往是：如果做不好怎么办？如果别人觉得我不够优秀怎么办？如果结果不完美怎么办？这不是懒惰，这是大脑在保护你。从进化角度来看，人类的大脑对失败、否定、被评价极度敏感。在远古时代，被群体否定意味着被排斥，甚至失去生存机会。所以当一件事情可能威胁到自尊、形象或安全感时，大脑就会启动回避机制。拖延其实是一种缓解焦虑的方式，只要不开始就不用面对结果，只要不提交就不会被评价，只要不行动就还能保留也许我其实可以做得很好的幻想。这是一种典型的自我保护策略。但问题是，短期来看，拖延确实能减轻焦虑，长期来看，它却会放大焦虑。健康检查拖着不去，重要决定一拖再拖，该沟通的事情一直回避，机会因为犹豫而流失。有些拖延甚至会悄悄改变人生的方向。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责怪自己怎么这么没用，而是降低心理门槛。当心理门槛降低，大脑就不会触发逃避机制。你可以这样做：第一，把目标拆小，不要想着我要3个月瘦10公斤，只想着今天先去楼下走10分钟；不要想着我要开始系统健身，练出好身材，只想着先做5个俯卧撑。当目标太大时，大脑会自动判断难度高、失败概率大、消耗精力多，于是启动回避机制。但当目标小到几乎不可能失败时，大脑就不会产生强烈抗拒。行动的关键不是宏大的目标，而是低到无法拒绝的第一步。第二，允许不完美。比如你想开始做自媒体，不要想着第一条视频必须很专业，必须有人点赞，必须表现自然。告诉自己，这只是一次测试，这只是练习镜头感，就算只有10个人看也没关系。当任务从必须成功变成允许试错，大脑的威胁感会明显下降，因为它不再面对评价，而只是面对尝试。完美主义本质上是对失败的恐惧，允许不完美其实是在给大脑安全感。第三，把行动定义为练习，而不是考试。考试意味着只有一次机会，失败就等于否定，但练习意味着可以修正，可以越来越好。比如你要做一次重要汇报，如果你告诉自己这次汇报决定我的能力高低，大脑会高度紧张。但如果你告诉自己这是一次锻炼表达能力的机会，那结果就变了。当你把每一次行动都当作练习，失败就不再等于否定，而只是反馈。反馈不会伤害你，它只会帮助你优化。真正让人停在原地的，不是任务本身，而是你把它定义成一次不能失败的审判。当你把它改写成一次可以成长的练习，你就会发现，行动其实没有那么难。请记住，拖延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人类大脑的天性。真正成熟的做法，不是与大脑对抗，而是理解它，然后顺着它的机制设计行动。当你不再害怕失败，你就会发现，行动本身其实没有那么可怕。真正消耗你的，从来不是任务本身，而是你对失败的想象。与其在想象中反复折磨自己，不如先迈出那一小步，哪怕很小，因为一旦开始，恐惧就会慢慢退场。4、利用助推提高诱惑成本。最后一个习惯是利用助推机制。助推在行为经济学中，指的是在不强迫的情况下，引导人自然做出更好的选择。人类并不理性，我们天生讨厌麻烦，倾向维持现状。
这种倾向被称为现状偏见，但我们可以反过来利用这一点方法，让错误行为变麻烦。例如，容易看手机的人，把手机放到另一个房间，自然减少使用次数，人会自动避开麻烦。利用被看见效应，当人感觉有人在看，行为会自然收敛。当行为变成自动化，时间自然就会多出来。实际上，大家当中应该也有人在做重要事情之前，总想把其他琐碎的小任务全部清理干净吧。我们之所以会不自觉拖延的任务，通常具有7个特征：无聊令人烦躁，困难模糊不清，缺乏条理感觉不到意义。为了逃避这些负担而做出的选择，结果却导致顺序上的错误，白白浪费时间。另外，大脑还有一个习惯，即便任务并不重要，只要截止日期临近，就会优先处理它。这被称为紧急性效应。只要自己内在的动机变得清晰，接下来介绍第5个人生全面顺利的强力习惯，那就是停止多任务处理。如今，一边走路一边看手机，或在线会议中同时回复邮件，已经成了常态。看起来效率很高的多任务处理，其实是巨大的时间小偷。根据华盛顿大学的研究，多任务处理会使生产力下降40%。不仅如此，完成工作的时间会增加50%，错误率也会上升50%，可以说是全面崩溃。为什么会这样呢？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表明，我们以为自己在同时做2件事，其实并不是同时，而是大脑以极快的速度在不同任务之间不断切换。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同时进行，本质上是反复中断一个任务去做另一个任务。每一次切换，大脑都要短暂停止，重新整理信息，为新的任务或思考模式做准备。如果不断重复这种切换，大脑自然会因为频繁转换而疲惫，额外耗费大量时间。当大脑疲劳时，前额叶功能会下降，判断力与专注力减弱，健忘情况增加，甚至自律神经的平衡也会被打乱。而且研究还发现，多任务处理会妨碍信息进入短期记忆，无法进入短期记忆的信息，自然也不会被转移到长期记忆。我们不断地对大脑进行开关操作，结果既损失了时间，也损失了记忆力。因此，无论是什么任务，不要同时并行，而是一个一个的完成，才是最快、最稳妥的产生成果，并真正增加时间的方法。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你从明天开始，多拥有一点时间，多拥有一点掌控感，也多拥有一点轻松。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